臣在皇太后的内侍陆行尊中找到这尊药液，臣怀疑这就是毒害魏夫人之物。荒唐！那陆行尊是哀家寝殿里的珍藏，从来没有人敢碰，何来毒液？是不是有人想嫁祸于哀家，陷哀家于不义呀？能在母后寝室内藏毒的，必然是能经常进出寝室的人，就是他。翠儿，不会吧？求陛下饶命，奴婢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听命而为啊！皇太后，皇太后饶命啊！我全都照，千万不要用刑，不要用刑！翠儿已经供出了是你下的，何须你照？朕只想要一样东西，救魏夫人的解药。原来要的是这个呀！你能下毒，必有解毒之药。陛下要的解药就在当中。这个是解药，也是镇毒，毒中之霸。喝下，七孔流血，立刻毙命。这个也可以是解药，同时也是避药，乱于真气，避而不仁。服后无药可救。你是戴罪之身，少跟朕耍花样。这里的药皆相生相克，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杀人。如何运用，只有我懂。陛下如果杀了我，那魏夫人就必死无疑。我可是不能受惊吓的，我怕我记不清哪一瓶才是解药啊。好啊，那朕帮你记清。你配制的蛊毒，想必自己都没有尝过吧？如今你必须记得，哪一瓶是解药了。拿你的解药出来服下吧。就算我拿出解药，也会被陛下赐死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自救？就让魏夫人陪葬，岂不更好？你这妖女，果然歹毒。陛下英明，小女子我就是靠歹毒心肠活命的。如果要我的解药，那我也跟陛下要一样东西。说，我要陛下的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。杀我还是赦我，全凭陛下旨意。但魏夫人与我的性命，孰轻孰重？陛下不难做决定吧？好，只要你的解药能救魏夫人，朕就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。君无戏言。段宏，在，朕这佩剑你拿着。若朕出尔反尔，就让朕以身伏剑。诺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。快把解药拿出来！
陛下，你累了，还是先吃点吧。不吃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夫人刚服了解药，药力起作用也需时啊。虚实。他痛也痛过，吐也吐过，什么脏污毒血已经吐得无力再吐，为何仍是毫无起色？难道是那妖女行诏？是朕亲手把毒药喂给了子父，把他送上了死路。子父，你答应过朕，妻宜偕老，你要守承诺。子父。陛下，臣妾谨遵王命，奋力求存，知君之手，与君偕老。魏夫人服了解药，已无大碍。既然陛下答应，欲赐我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，那就请陛下放我走吧。放，当然要放。把楚服收押待刑。君无戏言，陛下答应过免我死罪，言犹在耳啊。朕当然记得答应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，以换取解药。朕一定会守信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毒害魏夫人可以逃得一死，可如今，朕要治你另外一条死罪，就是你教唆皇后在紫金汤里对朕下迷药。什么迷药？什么汤？我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。休想抵赖！段宏，皇后的紫金汤中查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太医令再三查验，证实紫金汤中的确含有西域米囊花。此物若少量用药，可解痛患，但因含毒性，长期服用则会成瘾，中毒伤身。我虽曾对魏夫人下过毒，难道全天下的毒就都是我下的了？那要看刑具之下，是否能找出竟敢向皇上下药的真凶。陛下是明君，不会屈打成招吧？通常是不会的，但对于那些心如蛇蝎、下手狠辣的人，朕倒想看看他们吃苦受罪、生不如死的样子，以泄朕心头之恨。来人，在！陛下一定想知道谁是主谋。我告诉陛下，将功赎罪，求陛下免我用刑。朕不想再见到你，让你死100回1000次，也不足消朕心中怒火。石御史，臣张汤在。巫女楚服，毒害天子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。定日腰斩。诺。腰斩？
我的药啊，疼死我！给朕压下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陛下圣安。免了。奸恶毒妇之礼，朕受不起。我大汉后宫竟出巫蛊祸乱，今日朕就要拨乱反正，除奸惩恶。太史令，臣在。你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，千秋功过，不得含糊。你们就秉持公正，给朕好好记下今日殿中一事一物、一言一行，以存后世，以敬校友。诺。好，陛下也不召开廷议，就想枉加罪名于功臣身上吗？我倒想看看当今天子如何对待他的亲姑母，又是如何对待有功之臣。太史令，你可要将这些一字不漏地给我记下。想不到姑母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，朕倒想听听你口中的是何道理。有功者自有道理。天在看，史鉴在存，只怕你口中的功抵不过你犯下的罪。我功盖9天，何罪不能容？想起先帝在位，上有太子，下有兄弟10数人，若非我运筹帷幄，排除障碍，当今天子又怎能登上帝位？第一功，继承大统，辅主登位。记。好一个辅主登位，可惜有功亦有过。正因窦太主持功跋扈，动辄扰乱宫事，目无君上。第一过，居功压主，视为不忠。给朕记。陛下16岁登基，亲王中多有虎视眈眈、觊觎帝位者，全仗我这个姑母联系亲族，力压诸王，才有陛下的今天。第二功，匡扶幼主，安定社稷。给我记！陛下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双目不灵，待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，替其分忧。第三功，东宫扶正，为母分忧。记！太皇太后贤德公正，为保你这个女儿，却多次无奈地为你掩饰恶行。瑞吉身死卫青被抓，都跟你脱不了关系，更别说你在外巧取豪夺，在内干预朝政。太皇太后甘父骂名，都一一亲情宽容。第二过，上母亲御，视为不孝。记！你筹谋毒计，与皇后同谋，为争宠残害嫔妃，又推罪于他人。第三过，害人谋私，不仁不义。记！为姬邀妹，恃宠生骄，我的所作，我的所为，全是为了敬君侧，保后宫之安宁。你保的是你自己的安宁，以巫蛊害人，在朕的饮食中下药，事到如今还能振振有词。父亲，段宏，那巫蛊案到底实情如何？你说。刚才窦太主句句铿锵，功比天高，臣只怕直言会被误议论功臣。朕今日叫史官到齐，就是要真相大白。
刚才有人恃功犯言，你又何惧直奏佞臣？那臣只有直言无惧。窦太主与皇后指使巫女楚服以蛊毒加害魏夫人，令她神志失控。臣斗胆问一句，窦太主，良知何在？可有想过三位公主或因母亲病发而受伤害？那就是谋害皇义的大罪。当日皇上就曾被魏夫人病发失控所伤，那就是谋害天子，大逆不道的死罪。这些全是楚服与仆婢的供词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被窦太主及皇后权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罪证确凿。窦太主是否要臣一一在殿上朗读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你的罪过仅荆楚之竹，犹不能恕，还敢自诩有功？你是功不抵过。太师令，记！这一字不漏地记于石剑之上。好一句功不抵过！就凭陛下所言，我毕竟还是有功的，那就请陛下把我所有的功算到皇后身上。过我一个人当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皇后心性单纯，是我这个母亲逼我女儿做出种种犯言逆上之事。母亲，臣甘心伏法，请陛下饶恕皇后死罪啊！母亲，是母亲不好，连累了你，强要你争气争宠，才落到今天如此地步。不是的，你就让母亲为你做最后一件事。陛下，恳请陛下赦免皇后死罪。就算皇后在汤水中下了点药，也只是想留住陛下在身边，对陛下情深一片，绝对没有丝毫谋害之意呀！请陛下念在跟皇后多年夫妻情分之上，别跟朕提情分！母女二人为祸后宫，罪无可赦，该杀！陛下是一国之君，君要沉默，何其容易！只是没料到，你对皇后竟如此绝情啊！绝情！你丧心病狂，加害他人，可有动过恻隐之情？看见他人受苦，只怕还欢颜对饮，庆贺奸谋得逞。你俩也自绝于情这个字。如今死到临头，还跟朕说情，荒唐！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！陛下，娇儿所作所为，只为留住君心，只为跟陛下长相厮守，天日可见呀！求陛下收回成命，求陛下收回成命啊！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错了，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就算你不念娇儿一片痴心，也得顾及太皇太后的心意吧。娇儿一直都是太皇太后的心头肉啊！你竟然用已故的祖母来压朕！臣不敢，只是想，陛下不是一向主张尊崇儒道吗？孔夫子有云：“视死如视生，孝之至也。”太皇太后若还在生，见到儿孙相残，帝后反目，她会有多么伤心！饶娇儿死罪，就是为太皇太后尽孝。求陛下存仁孝，以为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啊！想不到你厚颜无耻到搬出骨肉亲情来求活命，放
任奸邪者作恶，何以存忍？由着后宫不宁，何以报效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臣妾自知罪大，不奢望陛下饶恕。但有一事，还求陛下成全。什么事？求陛下让臣妾临死之前见魏夫人一面。陛下当初一句“有你就够”，欺骗了臣妾。陛下认为夫妻若有情，不会以奸谋相待。可是陛下正谋算了臣妾。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陛下说的是，可臣妾谋陛下，为的是陛下的情，以真情相待；陛下谋臣妾，却为的是他人的情，以虚情相骗。敢问陛下，两者之间是谁负了谁？求陛下不念公，不念情，也念当初许我金屋藏娇的承诺，让我见魏夫人一面。皇后万福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听别人称我皇后了。你觉得我罪有应得是吧？也许真的是。我落得如此下场，你还恨我吗？其实臣妾对皇后从没有恨，只是不能不怨。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一直谦卑礼敬，不争不斗，却仍遭受巫蛊之害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让3个孩子失去母亲。臣妾只愿皇后愤恨太重，遮盖了本性。其实，你我之间的怨恨，不再愤恨太重，而是爱得太深。我怎能容忍要得到夫君的宠爱，就要先善待他的宠妃？我自小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。这种无奈，你又怎能理解？一切皆已成空，想不到，身为后宫之首，大汉皇后，居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。如今我别无他求，只想知道一件事。祖母临终前曾说，留了一道救命符给我，我想知道，这救命符是不是你？是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向你取来于用，不过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母亲。求魏夫人救我母亲，免她一死。
我陈教这一生，除了皇上，还有皇祖母，不曾求过其他人。但今日为救母亲，我愿向魏夫人长跪不起。皇后，从小母亲对我娇惯疼爱，嫁给皇上后，我眼里只有皇上，心里只想着如何讨皇上欢心，连身边的母亲都不曾关心在乎。直到今天，在殿堂前，我母亲为我求情，那佝偻的背影，那颤颤巍巍的步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威风凛凛的窦太主，不过是为女儿操尽了心的老妇。母亲养我、助我，为我争名争宠，我却从未记挂她的深恩。相反，母亲却为了让我逃脱死罪，自揽罪责，归附待定，一心求死。你也为人母亲，为人儿女，应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求你，让我在临死之前，这一份孝心，用你这救命符，免我母亲一死。求魏夫人成全。万万不可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休想让朕开恩赦免！陛下，一个是陛下姑母，一个是陛下的正妻啊。姑母，正妻。觉得怎样？陛下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？是动怒所致吗？还是病了？要不要传御医？手颤不是因为动怒，也不是因为生病，只是到了朕又该喝那紫金汤的时候了。他们对你施以蛊毒，是要取你性命；他们给朕灌迷汤，是要夺朕心智，要朕非得去见皇后，喝那紫金汤不可。陛下，这如今怎么能治啊？太医令说，还要一段时间，才能把这心瘾根除掉。陛下，这些朕都不能对他人说。子父，朕好气，想起你所受的苦，想到自己被蒙在鼓里，天天被皇后所摆布，朕就更气。口口声声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他的心竟然如此歹毒。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未能察觉陛下之苦，求陛下恕罪。你这罪，恕之何难？可他们却是罪无可恕。子父，你知道林中最可怕的野兽是什么？应该是猛虎吧？猛虎吃人。以前先帝问朕的时候，朕也是这么回答。可先帝却摇头告诉朕，最可怕的是毒蛇吐信。吐信小蛇比吃人猛虎更可怕。因为毒蛇阴质，防不胜防。你若看它柔弱便善心对它，它却会转过头来反咬你一口，吐出的毒汁足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一旦抓住它，绝不能轻放。臣妾明白，陛下深受其害，知道不该再多说什么。可是陛下既然提起先帝，倒让臣妾想起以前在乡间听到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陛下先祖父的。
话说薄太后生病之时，孝文皇帝3年间，亲身侍奉清肠汤药，无一日安眠。先祖仁孝，感天动地，所以我朝素来以孝治国。皇后跪求臣妾，并非为自己求情，而是为母亲求生。臣妾深受感动。臣妾代为求情，不关乎对与错、罪与罚，说的只是一个孝字。陛下承先祖美德，对太皇太后一直尊重恭顺，太皇太后也疼惜陛下。陛下与太皇太后祖孙情深，可知太皇太后临终之前，将遗愿托付给臣妾。什么遗愿？若有朝一日皇后招致杀祸，愿臣妾可以尽力保她一命。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担忧皇后闯祸，却辗转托付于我，而不直接要求陛下发一道护身符。陛下可知其中玄机？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皇后若出事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太皇太后早料到皇后对你不肯罢休，终必惹祸，朕也必定不饶。普天之下，愿意不计前嫌救皇后的，唯子夫你。既然陛下已经了然，何不让臣妾信守承诺，圆太皇太后遗愿？陛下，大汉崇孝，因孝存则家和，家和而国兴。皇室乃天下万家的典范，求陛下为百姓做表率，赦免皇后与窦太主的死罪。圣旨到。大长公主刘嫖违长无道，挑唆是非，扰乱后宫，违念其功，着令其于唐邑侯府静思己过，永不得踏入皇宫。皇后陈氏失许无德，挟妇人媚道，惑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，着令上其喜寿，罢其后位，退居长门宫，违感其孝，特与黛玉如昔，以示皇恩。谢陛下圣恩。
我的女儿生来富贵，一步步登上后位，却是一场梦。而那座檐牙耸峙、藏风聚气的长门园，我亲手献给皇上的礼物，何曾想到，却变成了关进我女儿的牢笼。能保住母亲性命，已属万幸。如今，连我也可以免于死罪，那更是恩赐。别无他求。只是今后一个关在宫外进不来，一个锁在宫内出不去，恐怕往后我们再难相见了。进宫高墙，远离晨曦幕，且行且死，唯念母意。皇太后金安，陛下万福。免礼了。谢皇太后。魏夫人前些日子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词，一心为陈娇母女求情。臣妾只希望后宫风波早日平息，才有感而发。好一个有感而发！他们母女二人先前对你多番陷害，你却能以德报怨，真是贤德兼备啊！难怪皇帝会对你如此倾心。你的那些道理故事，不要只对皇帝说，也要说给哀家的乖孙女们听听。他们现在呀，正在殿内读书呢。稍后啊，你就带他们回兰陵殿，多讲些修身立德的故事，让他们也能明是非，懂事理。是。臣妾明日再送他们回来。魏夫人，你没听清楚吗？母后的意思是，往后就让亲母来照顾3个孩子。真的吗？你的女儿们每天都想着你，念着你，以后有你管教他们，哀家很放心。有你在皇帝身旁，真是大汉之福，后宫之福啊！谢皇太后。来，过来。但也不要忘了，以后多带他们过来走走，陪祖母赏赏花。这次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都因那巫女楚服从中作梗，才掀起这场风波。母后放心，此案儿臣一定会严办，该罚的罚，该赏的赏。巫蛊之案终于告一段落，真凶落网，主谋认罪，后宫恢复安宁。段宏、张汤奔走纠察，功不可没。朕即日封段宏为郎中令，统帅禁卫；张汤为太中大夫，定诛律令。着令段宏直指，张汤辅之，监斩巫蛊祸首，处服。巫女楚服妖惑咒诅，煽动内宫，大逆无道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，特处以腰斩，尝极刑之痛，再悬首于世，以儆效尤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斩我！不要斩我！我怕疼！不要斩我！放了我吧！你要替我报仇！
以腰斩，尝极刑之痛。狗皇帝手段如此狠辣，心肠如此歹毒，极刑对他，让他死得这么痛苦。卫子夫，你是何方妖孽？迷药巫蛊治不了你，你反而轻易取了他的性命。卫子夫不要得意得太早，天地为证，我一定要让皇宫永无宁日。我要让卫子夫血债血偿！子夫，你这2天总是心神不宁的，是不是病了？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。姐姐，大哥生病了。大哥现在怎么样？现在躺在我们故居的小屋里，大夫说大限将至。夫亦乐，平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我们是一家人，请联系。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夫亦乐，平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夫亦乐，平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夫亦乐，平亦乐，天亦乐，苦亦乐，痛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齐家齐事，心善之间。子夫，你别再难过了。魏大哥已经大连，皇上派人把葬事办得体面，又恩准你在宫里守孝100天。我想，魏大哥泉下有知，也会很欣慰的。今天祭礼过后，你也节哀吧。逝者已矣，这我明白。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了。明月，你怎么了？明月的好姐妹，无辜被抓到报室审问，她一直在担心她。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为了那个巫蛊案，到现在还有人被牵连，有人被抓，被用刑恫吓，供出一堆人，就又有一堆人被抓。
不知何时才能结案。几天前，长信殿的司荣无端被抓走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估计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听说要宁枉勿纵，现在宫里都人心惶惶的，不知道是畏刑还是畏罪。犯事者固然该杀，只怕无辜者也跟着无端受累。听说连金瑶都自杀了。金瑶，徐黎夫人身边的近身侍女。夫人，这汤不烫，正好入口。祭祀之后，我想去趟增城殿。徐黎夫人，快去叫人！徐黎夫人，快去啊！你为何还要救我呢？你可知道，我罪孽深重，我该死。为虎作伥，非我所愿，但我无可奈何。我绝不会这样谋害魏夫人。皇后是后宫之首，权比皇上，但要我去害人，恕难从命。先别急着抗命，看完这个，你再做决定。只怕你看完之后，反而哀求我，让你去了。县令徐黎光贪渎王法，强害居延百姓，更负皇恩，罪该问斩。即日送。依刑律，这审案记录一经提交，若3日之内不能改过，便成为死案。只怪你兄长好事多为，不过要救他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他的命在你的手中。我自私，想保住兄长，就任由金瑶下毒，险些害你丢了性命。我愧对你，愧对皇上。姐姐别这样说，你兄妹情深，我明白。当日魏长公主拿汤想喝，你故意打翻，是不想连累公主中毒。你这心思，子夫铭记。魏夫人，你如此宽宏大量，徐黎敏感妩内。姐姐，快起来！你无心害我，如今我也没事了，不会再追究。我们还是好姐妹，一如从前。谢谢你，可我大错已铸成，无法挽回。现在金瑶已畏罪死了，我早晚也会受牵连。与其不知何时被捕遭刑，每日担惊受怕，我情愿自己做个了断。姐姐，
姐姐。如画江山，壮哉！天籁之音，妙哉！与君同游，乐哉！神仙眷侣。聪明的子父，你至少可以接上一句“快哉”吧？的确快哉，与陛下神仙眷属，但此时却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。哀哉！你我相约同游，朕一心想着与你畅游解忧，却原来你另有盘算。臣妾只是眼看后宫的奴仆嫔妃，因为太中大夫张汤的追查而惶恐不安，臣妾心里不好过。朕明白这次追查牵连甚广，可这事若不追查到底，杀一儆百，就是姑息养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是此事已过去多时，皇后已废，罪魁楚服也被处以极刑，其他人即使有关，也有可能他们是被逼无奈啊。这段日子人心惶惶，已是惩罚，求陛下仁慈开恩，让无罪者心安，有罪者自省。陛下，巫蛊一事就此了结了吧？臣妾刚刚失去兄长，臣妾明白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后宫就是臣妾的家，后宫众人就是臣妾的家人，臣妾只盼后宫一家平安和顺，家人安乐。求陛下成全。朕同样希望后宫和乐共处。你花尽心思让朕出来，又恳切陈词，朕怎能不许呢？只希望朕所求的，子父也能欣然接受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什么事情说一句话就好，何以这样说？你知道朕一直想进边关，攻外敌。卫青向我自荐，欲带兵出征。我担心你刚失去兄长，会不舍。也罢，这事还待商定，一切仍得看粮草的征集、物资的调动，准备就绪再做决定。臣妾明白，无国便无家，要先国后家。何况卫青自小读书练武，进宫之后更钻研兵法，指望有志能伸。若能得陛下赏识信任，让其领兵，是卫青之幸。臣妾只会加倍开心，只会欣慰。好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也同样不会看错卫青。你放心，卫青将来一定驰骋大梦，名垂青史。子父，前方传来战报，李广将军所领军队全军覆没。那有卫青的消息吗？这李广、公孙傲、公孙贺，加上卫青，4路大军现在已折损2路。哎呀，连李将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都全军覆没，那第一次带兵的卫青骑兵，母亲，子父你放心，我是乌鸦嘴，说什么都不灵的，卫青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你别担心，先顾好自己的身子。快秋尽冬来了，你还是常常大汗淋漓的，怀着孩子反而体轻消瘦，我真担心你啊。子父，喜娘说的对啊，你这次怀胎异于往常，切莫忧思过度啊。是胎儿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但说无妨。夫人无需忧虑，
有些妇人呢，怀孕之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，所以，是什么病？夫人患的是消渴症。消渴症。魏夫，段大哥，是卫青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我还以为，我很担心他。卫青神勇无比，不比常人，他必能战胜而归。我担心的倒是你。易叔叔告诉你了。你怎么不好好爱惜自己？你关心卫青，卫青同样关心你。若他回来看见你这样，会有多难受，多心痛？我只是有时候口渴，多喝点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真的？易大叔说劝不了你，你为何不肯服药治疗？那些汤药虽能助肾气，可是会伤害胎儿。易大叔说，若不治疗，腹中孩儿渐长，病况会越渐恶化，气血消烁，阳亢晕眩，甚至风邪入颅，轻则祸延半生，重则命危不治。这只是推断，只要注意饮食，心气平顺，我和孩子都会没事的。再说，有易叔叔在，他可以借助食疗来帮我补肾。若易大叔能保你周全，就不会向我唉声叹气了。可是身为母亲，明知治病汤药会影响胎儿，甚至滑胎，我怎能为了自保而罔顾孩儿的性命？可是作为你的兄长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以性命犯险。子夫坚信，心善之间必得天佑。我会没事，孩子会没事。卫青答应过我，他会回来，他也会没事。段大哥不必再劝我，我心意已决。我知道我劝不了你，但我也不能任由你自作主张。段大哥，你想怎么样？禀告皇上，求段大哥不要，我实在期望自己的孩子出生，与他共聚天伦。我知道，但是为了你的安危，恕难从命。段大哥，求你由我吧。你不曾为人父母，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心情？或许我不明白你作为母亲的心情，但皇上定能明白作为父亲的感受。这件事由他来定夺，最合适。不，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皇上驾到！段大哥，我求你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谢陛下。卫青寻访未获之事，已告知夫人了。臣已将今晨的军情转达夫人。子夫啊，塞外地域辽阔，人烟稀少，也许只是断了消息，不一定有旦夕之危。子夫，你身子不适吗？宣太医令来。啊，不用了。臣妾只是忧心，没有生病就不劳烦太医令了。可你频频渗汗，长热而抖，不像没事。臣妾只是心中焦灼，忧心难解。陛下，方才臣向魏夫人提及卫青一事，夫人既不安失神，恐怕现在需要的并非御医诊治，而是心药。
你只管安心，朕不会看错人。卫青武艺过人，胸怀谋略，一定能平安回来。你不要过于焦虑，照顾着自己的身子。别忘了，骨肉相连。陛下说得对，母亲与胎儿血脉相连，夫人当竭力静心凝神，以保康泰。谢谢段大哥关心，陛下就放心吧，臣妾答应陛下，一定会好好安胎，为汉室再添个健康的孩子。瞒不住了。孩子还有3个月就要出生了，能瞒多久是多久吧。你看你现在唇干舌燥，面色无华。唇干，我则多用点唇脂；无华，我则多扫些粉黛。但你冠脉弦索，阴虚内热，太医令一诊便能知晓。你总不能每次都叫侍婢回复说，去赏花了，已经就寝了吧？躲得过初一，躲不了15啊！子夫，卫青他终于有消息了，原来他是去伏击外敌，现在派人传回军情，说会乘胜追击，是捷报。太好了，易叔叔。我之前就对段大哥说过，相信心善之间，必得天佑。孩子会没事，我也会没事的。卫青答应过我，他会回来看我的孩子，卫青也不会有事。卫青这喜讯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印证，我知道，我一定能把孩子生下来。看着他健健康康的成长，易叔叔，我一定能做得到。你这份信心和毅力，最好也能打动皇上，否则中间若出现差错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易叔叔，我知道你精晓卜卦。你想占卜？不，我想要一个上吉之相。陛下，魏夫人到了。子夫进来。魏夫人金安。参见陛下。来，给朕祭身。诺。记得朕说过，但愿每天让你帮朕祭身吗？臣妾记得，得慕圣恩，已是上天宠眷，从不敢有此奢望。朕刚下朝，正想去兰陵殿，你就来了。臣妾闻得今日卫青的消息，心头大石中落，本想来谢恩，但陛下朝事繁忙，不敢打扰。边关军情瞬息万变，朕的确是劳心竭力。幸得有喜报，战况大好，朕才松了口气。想必你也放心不少吧？无论何时何事，能与陛下相依，臣妾已觉安心。说得好，那你记住，以后朕就是你的倚仗，无论何时何事，都不用害怕。因为陛下是我的倚仗，所以就不用害怕。当然。
那臣妾有一事相求。怪不得今天嘴特别甜呢，原来是有事要求。好吧，你说什么朕都答应。真的什么都答应？你今天的问题怎么这么多？是，你说什么朕都答应。臣妾只希望把孩子生下来之前，不以药物医治臣妾的病，以免影响胎儿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病？你患什么病？还不要医治？情况究竟如何？启奏陛下，妊娠消可证，分上消、中消、下消。说关键。从魏夫人脉象来看，已经到了中消，随时怎样？随时可成下消之症，阳亢难降，晕眩频生。若风邪入颅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你身为御医之首，怎会现在才知？臣。陛下，是臣妾多次避开太医令的诊查。魏夫人患了龙疫，你有责任替她诊查。你见不到魏夫人，不会来向朕禀告吗？臣该死！陛下息怒，都是臣妾不好，求陛下别怪罪他人。朕要你们马上想出救治之法，保魏夫人周全。回陛下，救治此病之药或对龙疫不利呀。那就用其他药。魏夫人此病严于怀孕，要治病，得牺牲龙疫。不可！你早就知道，所以才一直隐瞒朕。全部都退下！诺。陛下，臣妾能撑过去的。你没听见太医令怎么说吗？要不就……臣妾要这个孩子。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，可你的身子……陛下。他在踢腿呢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又踢了。他是在求生啊。陛下，请看。怎么给朕看这个？元亨利贞，《易经》中之四德，四德皆备，身之始也。吞，刚柔适教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真。虽有艰难，但生机更显。男儿迎之，大通以正，是上极之相。是你求的，想你也非问不知。难道是向谁拿的？不是求的，也不是拿的，是臣妾誊写来的。因为臣妾相信，臣妾这次怀胎，必定像这卦辞一样，若能固守真正，必可化难为吉。臣妾希望陛下能留住此签，以正其中之言。你倒是能苦中作乐，化难为吉固然好，可朕宁愿你不受煎熬。臣妾不觉得是煎熬啊。陛下刚才说过什么？说陛下是臣妾的倚仗，无论何时何事，只要陛下在，臣妾都不用害怕。所以臣妾不怕，难道陛下反而怕了？子夫，只要如这卦中所言，固守真正，坚毅不拔，一切艰难都会过去的。
臣妾每天感觉到他在我肚子里面闹着动着，心里就越发的爱他，一定要把他生下来，好好疼他。臣妾有爱孩子之心，坚毅之志，安然度过的信念，相信自己与孩子都会没事，且有大福。陛下，急报，魏将军所领大军连连大捷，敌方溃不成军。好，我军现在已经直捣龙城。好啊！陛下，卫青有爱国之心，有坚毅之志，有必胜之信念，不就正好应了臣妾所言，能敌一切吗？这是本朝对外敌的首次大胜。你说得好，这信、义、爱，能敌一切。卫青必能大杀四方，扬我国威。臣车骑将军卫青，率外骑抵龙城，斩杀外敌700人，缴获各式刀斧剑簇。好，掠夺这些兵器，对于改良我军装备大大有利。卫青，这次你深入敌穴，大胜而回，朕定要好好赏你。此乃臣之本分，不敢言功，更不敢论赏。薛泽，臣在。此次大战，公孙贺不获敌众，无功无过，不赏不罚。公孙敖损兵7000，李广被外敌所擒，本该问斩。陛下，两位将军虽未能立功，但忠心日月可证。李将军更在迎敌中负伤，求陛下开恩。不过，念在二人忠心，死罪可免。薛丞相，你让二人以资抵罪。臣遵旨。谢陛下开恩。此战4路大军，独车骑将军卫青大胜，首次出征击倒龙城，掳兵器，尽心竭力为我军筹划将来。今着封卫青为关内侯，赐府邸。臣谢陛下圣恩。子夫，今晚家宴的食材酱料，易叔叔已在准备。明月和巧巧都在配殿设席案备餐具呢。你今晚别再偷偷溜了，我们大家好好聚一聚，不但要贺弟弟安然而归，而且还建功立业。姐姐，我班师封侯回朝，那姐姐你呢？弟弟，我很好。弟弟英武自信，更胜从前了。可姐姐却瘦了。你觉得我好像瘦了，可我倒觉得内心丰足得很。弟弟应约而归，姐姐一定会信守承诺。弟弟在外打仗，可曾受伤？可曾经历生死？我却曾受伤，也经历过生死。可是，想着长安城里有我想见的亲人，想着对他们的承诺，想着他们在等我就熬过来了。我与你一样，想着关心我的亲人，想着还有3个孩子等着我去照顾，想着弟弟还要回来看外甥出生，我就能撑过去。姐姐坚毅又善良，一定可以撑得过去的。沈家，以后姐姐要是强撑着，记得要告诉我。我去厨房帮易叔叔忙。沈家真是我的好姐妹，有她陪着，我万事皆安。有一次我晕倒，沈家她以身护我，还弄伤了。那我应该好好谢谢她呀。你是知道的，沈家不是什么要报仇的人。你此次战胜归来，还得皇上封侯赐府，我想
母亲和大哥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得到安慰。你也是时候该考虑成家立室的事了。把这些浸到热水里待用，快！用力！快点！用力呀！快去，快去呀！快去拿水来，快！陛下，呼吸，呼吸，好。用力，再用力，用力，子枫，用力啊！呼吸，用力，子枫，好，再用力，易大叔，再用力，你看能化险为夷吗？魏夫人患病以来，从未用药治疗，呼吸，已达下效。此时生产，对她来说，怕是太难。不，姐姐向来坚毅过人，用力呀！一定不会有事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魏夫人恐怕要难产了。若胎儿再不顺利出生，魏夫人跟胎儿恐怕都难保。陛下，在这危急关头，两者之间该如何取舍？请陛下明示。陛下，臣妾相信必能度过此关，但万一有何不测，求陛下先护我腹中骨肉。陛下，这孩子是龙裔，也是我的命。我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生，求陛下随我所愿吧。陛下，保魏夫人还是保胎儿，如何取舍？请陛下决断。这两个都要。陛下，陛下，到底怎么了？快说！陛下，魏夫人身体实在虚弱，已经昏过去了。如懿已经想尽办法，但仍是难以接生。如此下去，恐怕母亲与胎儿都难保。望陛下早做决断。若两者难存，如何取舍呀？保魏夫人，诺。大汉历代先祖，求保魏夫人度过此关，母子平安。期盼施恩的得福果，必得的成必业。魏夫人再无灾劫，将来母慈子孝。你们听，鼓声，是鼓声，是鼓声啊！终于还是生了，果然是得福果了。谢谢大汉先祖，拜见皇太后，恭贺皇太后。免了，免了。恭喜皇太后，小皇子聪明懂事，一知道祖母来看他就不哭了。孙儿果然跟他父皇一样的英气，将来也一定会像他父皇一样，文德武功，成为一代明君啊！皇帝放心，魏夫人仁德皆备，必定安好。子父，谢皇太后。子父，陛下放心，臣妾撑过来了。
谢谢你以性命相搏，为朕诞下皇子。是皇子，是托皇太后和陛下的福。朕终于有一个皇子了。朕要全天下同庆。白民，在。命太史令拟圣旨，赦天下。再传朕口谕，叫东方朔书梅柱，告慰先祖。诺。贺陛下大喜。贺陛下大喜。魏夫人命奴婢送来3招的物品。夫人说，若有什么不足欠缺的，她会安排人再添。我所需要的，魏夫人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哪还会有什么不足？如今身在这冷宫之中，也只有魏夫人惦念我，我真是……帮我带几句话给魏夫人吧。嗯。那天我在这里，听到宫里传来鼓声，久久的没有停，想必是天降皇子了。是的，你就替我祝贺魏夫人。积善者必有余庆，果然，那就祝魏夫人早日登上枝头，与皇上凤凰于飞，琴瑟和鸣。诺。